大家好，这里是贝塔测评研究院。如今的油烟机市场竞争有多激烈？各大品牌在风量和最大静压这些核心参数上已经卷到了新的高度。今天我也找来了包括方太、老板、美的、小米4个主流品牌的7款热门油烟机，为的就是给这些动辄卖2、3千甚至4、5千的油烟机来一个摸底考试。这是他们的参数表格，我就不过多介绍了。那大家可以暂停观看。在正式开始测试之前，先来满足一下各位的好奇心。稍微对烟机做了点功课的应该都对某品牌的油烟机单杀事件略有耳闻吧？那油烟机把房子漆成负压、缺氧，那网上是传得沸沸扬扬，但真伪如何？换一个品牌的油烟机又能不能做到？这是否能够作为评判一台油烟机好坏的标准呢？话不多说，直接开测。那7台烟机都已经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小盒，每个小盒里面都准备了氧气仪和气压计，为的是尽量保证公平。那每个小盒都是相同的体积，那为什么只能保证尽量是公平呢？因为严格来说，每台油烟机的风量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变量我们没法控制，所以在这一轮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氧气仪和气压计的数值。我们开启每一台烟机的最大风量，3、2、1，实测开始。那烟机一启动小盒瞬间就已经濒临崩溃了，膜布紧紧的收缩，尤其是美的 AK5 Max 和老板的第一批钢架直接被吸到明显的移位，整个实测过程不超过3秒，我们就紧急关停了。再不关停的话，整个小盒一定会被压强挤爆，烟机也一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实测时间较短，气压计的波动也不明显，但氧气仪的数值从原本的22%直降到了19%以下，现场的氧气仪的警报声真的是非常刺耳，在先后2到3秒内，氧气仪的数值就纷纷降到了16%、17%，甚至是15.5%。这轮测试我们是有一点轻敌了，低估了大风量油烟机的吸力表现，每个小盒只搭建了2立方米，导致这个开胃小菜的测试只持续了3秒钟。但是我们的好奇心已经得到了满足。短暂的实测来看单杀并不是某一台好的油烟机才能够做到的。理论上来说，主流的油烟机都能够实现，甚至是风量大的油烟机，氧气下降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单杀事件确实是一场很成功的营销，但这不能作为评判油烟机好坏的依据。密闭性好的厨房更容易抽真空，但接近真空是一个不能达到的目标。单杀事件中，门窗打不开不是因为接近真空，而是有大气压的存在。那内部压力降低后，门被压差吸得不能往外开，实际没有达到真空的程度。大家千万不要进行模仿，现实生活中打开门窗使用油烟机，吸烟效果会更好。紧闭门窗使用油烟机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的。整个实测过程我们其实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密闭空间内的气压过低可能会对油烟机的电机或者其他零部件造成损害，甚至引发设备故障或者安全隐患。再次提醒日常使用油烟机，不管是任何品牌、任何参数，务必保证开窗通风，以确保生命安全和设备的正常运行。那看完了前面的实测会不会有人说谁在乎能不能抽真空是的，前面的测试更多的只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那烟机的吸烟能力才是立身之本，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测试——极限浓烟测试。我们模拟了一个厨房，测试7台烟机的吸烟能力，点燃相同的烟饼，用5道激光划定范围，以此观察外溢和跑烟的情况。我们也是设置了2个 PM2.5 检测点进行实时的监控。具体的表现上，我们先来看老牌的厨电品牌老板和方太的表现。老板2台，一台是第一批顶侧双吸双枪，有每分钟26立方米的风量；一台是11顶吸双枪，有每分钟28立方米的风量。那这2台双枪设计吸力凶猛，面对滚滚浓烟，烟雾才升腾就已经被吞进去了，外溢情况基本控制在了2道防线之内。那 PM2.5 的数值升高速度相比方太2台和小米来说更低一点，烟饼烧完之后 PM2.5 的降低速度也会更快，那10分钟左右就回落到了20左右。不过老板没有 APP 智控，所以实测过程中的交互没有其他5台方便。方太19年就提出了打造集成烹饪中心所以智能交互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本期的 F3 和 V1 在此次烟饼测试中对比老板和美的表现的有一点弱势了当然了，本身的风量数值也略低一点点，明显的看到有烟雾大片的逃逸，烟雾弥漫到了整个空间。还别说，被这绿色激光照射的粉尘，在晚上看还挺浪漫的。不过是用实测现场的小伙伴健康换来的那说完2个老厨电品牌我们再来看一下美的和小米。那美的作为家电头部大厂从 AK5 Pro 黑马出世后，在烟机中就彻底站稳了脚跟。那本期的2台 AK5 Max
AK7 Pro 配置和老板的2台接近，可以看到吸烟口的浓烟雾被暴风的吸入，吸力也几乎完全压制住了油烟的外溢。甚至右前方的 PM2.5 检测仪数值没有像方太顶溪 F3 和小米 P1 一样直接爆表，不到10分钟的时间 ，PM2.5 的浓度也得到了控制，被降到了30以下，空气重新恢复了清新。那最后来到米家，作为本次实测中的异类，互联网大厂跨界烟机行业 ，P1 禁烟机一出世也是自带流量的。不过在本次实测表现却差强人意。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啊 ，P1 作为侧吸机型，对比上面的顶吸机型来说，离烟源更近，按理是更有优势的呀。那大家可以看到，烟雾没有被有序的吸入吸烟口，也不像其他烟机一样凝聚为一股龙卷风被吸入，而是风一吹就散了。以下是我们的推测，大家听一下有没有道理啊？或者有什么别的意见也可以分享出来。那大部分的油烟机就像吸尘器吸尘，叶轮高速旋转，在烟机下方形成负压区，再加上吸烟口较大，离烟源较近，在烟源上方直接吸走烟雾，效率高。而本次实测的米家 P1 禁烟机，它通过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补给气旋，就像在烹饪区上方制造了一个小小的龙卷风，将油烟和污染物聚拢并吸入。吸烟口窄长的一字形设计，就像一个精准的补烟吸管，在理想环境下高效捕捉油烟。但在户外复杂气流或通风较好的开放式厨房中，这种龙卷风容易被打散，导致吸烟效果减弱。看完了上面的烟比实测，大家对这几台的吸烟效果也有了基本的观感。但是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烟机的吸烟效果长久的保持呢？首先简单科普一下烟机的吸力衰减主要的原因是以下几个：管道叶轮机油积累油污过多，导致叶轮变形，还有电机老化，其中叶轮机油是影响烟机吸力的最直接因素。现在继续开干，油炸加烟饼轮番上阵，如此循环8个小时，按照每天使用半小时的烟机时间来算，约等于重度使用了半个多月的烟机积累效果。带着脏污的7台烟机再一次上场。老实说，我们的模拟强度远不及正常使用个1年半载，所以这一次7台烟机和第一次烟饼实测相比，粗看吸烟效果的差异其实并不明显。但是右上角的机位还是捕捉到了一些端倪。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机型都比第一次出现了更多的外溢，而且在现场实测能听到第2次噪音比上一次略大。现在我们把这7台烟机按照各自的方式进行清洁或者自清洁，然后拆机看看叶轮。那7台中有5台是油脂分离免拆洗的设计，也就是日常只需要倒油和擦拭面板即可。还有美的的2台是110摄氏度的高温蒸汽洗，那接上纯净水，按上蒸汽洗按钮之后，等待8分钟，倒油盒的脏水即可，算是比较方便的了。那我们现在拆开烟机，观察叶轮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像米家、老板和方太的叶轮，虽然比不上经年累月的陈年老垢，但是不能够直接进行内部自清洁，油污和烟饼的粉尘混合累积了一层污渍。美的的2台经过了110摄氏度高温蒸汽洗，也不是洁净如新，但是表面基本没有明显的污渍。拆机发现这7台烟机代表着免拆洗、自清洁2种清洁方式，各有不同的清洁效果。油脂分离免拆洗意味着烟机工作时将油烟中的油脂从空气中分离并收集的能力，油脂会被截留在油盒或者滤网中，减少油脂进入烟机内部或者外排到公共烟道。就算油脂逃逸至烟机深部，也会受到烟机叶轮内壁的疏油涂层影响，尽量减少残留。因为大部分的油脂都拦截在了滤网跟油盒，所以这俩配件就要勤快点手动清洗了。至于烟机内部最好是1年半载也请人拆洗一下，毕竟油脂分离度再高，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无油污的附着。而蒸汽洗具体来说，就是利用110摄氏度高温蒸汽来融化叶轮的油污，跟师傅上门拆洗的那套蒸汽洗工具的原理差不多。温度越高，油污溶解的效果也就越好，这是常识。要不大家冬天都要用热水洗碗呢？那这次实测的2台美的烟机就是通过6孔喷头将高温高压的蒸汽高速喷射到叶轮，同时转动叶轮甩干，以此来把叶轮的油污清洁干净。但是建议买了美的这种带高温蒸汽洗油烟机的用户蒸汽洗功能需要1到2个星期用一次，这玩意儿就跟你办健身卡一样，
光伴不用也是瘦不下来的。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快结束了，不管是开头的抽真空实验，还是极限浓烟测试，测到最后还是回到了烟机风量的比拼。这是实测表格总结，大家可以暂停观看。最后再次强调一下，不要模仿我们以上的实测。抽真空会导致室内产生负压，危及生命的安全，也会损害烟机。公共烟道切勿进行烟柄测试，可能会遭到投诉的。最后给大家强调一下，买烟机要看准风量和自清洁的。一、风量最大静压要预算内选知名品牌，数值更大的。二、想要让烟机保持长效的吸烟能力，最好选择有自清洁的，哪怕只是传统的热能清洁，都可以让内部的叶轮减压。那要是想要成熟一点点的自清洁技术，也可以看看蒸汽洗。看完我们本期视频的朋友，可以在置顶链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机型下单。最近正值国补，机不可失啊。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是贝塔测评研究院，我们的探索和测评不会止步，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和收藏，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期见。